如果我告诉你，那个伤你最深、半路离开你的人，其实是老天爷派来替你挡劫的，你信吗？人到中年，最怕的就是突然的失去和变故。你可能觉得失去了一个依靠，觉得被全世界抛弃，半夜里怎么也睡不着，反复问自己，非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非其实你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我们误把执念当成了深情，总以为错过是终生的遗憾，却不知道有些强求的缘分，如果真的留下来了，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。在这里，我想告诉你一个颠覆的真相，你以为的失去，其实是老天爷在偷偷保护你。请给自己倒杯热茶，花几分钟看完这个内容，我会用佛家最通透的智慧陪你梳理内心的伤痛。看完后，你将看透缘起缘灭的真相，学会如何放下那个让你痛不欲生的人。你不仅会找回久违的内心平静，还会明白为什么说人的末路往往就是觉醒的开端。我还会给你3个日常修心的方法，让你在这个喧嚣的世间学会为自己撑起一把挡风遮雨的伞。佛家常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误把执念当成了深情。今天，我想陪你一起倒杯热茶，坐下来好好梳理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一起看看那些老天爷让你留不住的人、做不成的事，到底藏着怎样深切的慈悲。我们常常在想，为什么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？为什么有些感情你明明已经拼尽了全力，掏心掏肺的付出，最后换来的却是一身的伤痕？其实，这世间的相遇和离别，佛法里早就给了我们答案，那就是4个字：缘起性空。这听起来好像很深奥，对吧？但用白话文来说，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的关系，所有的事情，都是因为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才发生的，这叫缘起。当这些条件没了，散了，这件事，这个关系也就自然结束了，这叫性空。就像天上的云，风吹过来，云聚在一起成了一朵花的形状，风再吹，云就散了。你不会去怪那阵风，也不会去死死抓着那朵云不放，因为你知道云本来就是留不住的。但面对感情，面对人，我们就容易犯傻了。我们总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只要我付出的够多，我就能把人给留住。你看，前人留下的智慧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通透，对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相遇，错的人晃晃悠悠终会走散。我们这一生啊，真的不需要刻意去遇见谁，也不需要勉强去留住谁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佛教里很经典的前世今生的故事，也就是所谓的公案。古时候有一个书生跟未婚妻感情非常要好，两人连婚期都定下来了。可是就在成亲的前夕，未婚妻突然反悔，嫁给了一个各方面都根本不如书生的人。书生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，一病不起，眼看着就快要没命了。这时候，一位路过的游僧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来到书生的床前。和尚从怀里拿出了一面铜镜，让书生往里面看。书生在镜子里看到了一片茫茫的大海，海滩上躺着一具遇害的女尸，一丝不挂。过了一会儿，走过来一个人，那个人看了一眼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就走了。不久，又走过来第二个人，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女尸身上，也走了。最后走来了第三个人，这个人不仅在女尸旁边挖了个坑，还小心翼翼地把她安葬了。看完这个画面，游僧对书生说：“你看见了吗？那个海滩上的女尸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。
你是第二个人，你曾经给过他一件衣服，所以他今生和你相恋，是为了还你那件衣服的情。但是他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，是那个把他掩埋了的人，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。书生听完，瞬间大彻大悟，心结解开了，病也慢慢好了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听起来玄妙，但它道破了人际关系最底层的真相。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，离开是因为债还清了。前世不欠，今生不见，今生相见，定有亏欠。对照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我常常听到很多30、40岁，甚至50、60岁的朋友跟我诉苦。有一位陈大姐，为了家庭操劳了半辈子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先生和孩子。结果到了中年，先生突然说要离婚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陈大姐每天以泪洗面，哭着问我做错了什么？他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其实陈大姐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她痛苦的根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能伤害你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无情，而是你心存幻想的坚持。我们总觉得我付出了10分，你就应该还我10分，但缘分这东西，来的时候不需要你同意，走的时候更不会征求你的意见。你忍住不联络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以为不主动就会错过，心里百转千回。可是在一个已经不爱你或者缘分已经尽了的人眼里，你的不打扰对他来说就是解脱。你不找他是因为你在硬撑，他不找你是因为他想摆脱你。你去和一个不爱你、缘分已经散了的人去比心狠，去争一个公道，你哪里来的胜算呢？佛说，一念执着，万般皆苦，一念放下，便是重生。当你决定放弃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其实不是放过了别人，你是放下了自己内心的执念，你终于放过了你自己啊！凡是你想控制的，其实最后都控制了你。你越想抓住一段关系，你就越被这段关系绑架。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，天地反而是你的。我们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，就是我用真心待你，但我绝对不执着于你。我们活在缘分中，而不是活在关系的枷锁里。与你有缘的人，你不用留也不用求，这是命中注定拥有的。与你无缘的人，你何必留又何必求？那全是不可触及的虚空。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，你信不信？有些事老天让你做不成，那是在保护你。别抱怨，别生气，得到了未必是福，失去了也未必是祸。人生各有各的渡口，各有各的舟。有缘你躲不开，无缘你碰不到。遇到不长久的缘分，不思念也不纠结，拥有时我们真心相待，不留遗憾；离开时我们就坦然目送，给彼此自由。这才是成年人对待感情最体面也最慈悲的智慧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常听人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但在某些崩溃的时刻，你会觉得这句话根本不足以形容你所受的苦。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那种天塌下来的瞬间？可能是突然面临公司倒闭、中年失业，或者是被最信任的亲人、伴侣背叛，甚至背上了一身沉重的债务。在那个当下，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毁了。你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眼泪流干了，心里不停地问老天爷，为什么是我？我明明没有做坏事，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？这就如同一段非常透彻也非常残酷的话。世人只知道凤凰可以重生，却忽略了它在烈火炼狱中挣扎的环节。
所有大彻大悟的人都曾无药可救过。在佛学里有一个很深奥，但也最能给人力量的核心概念，叫做烦恼即菩提。菩提就是觉醒，是大智慧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些痛彻心扉的烦恼，没有受过那些把你逼到绝境的苦，你根本无法生出真正的大智慧。这就像是池塘里的莲花，如果你嫌弃底下的烂泥巴又脏又臭，把它们都清干净，这朵莲花还开得出来吗？开不出来的。那些痛苦、背叛、失败和委屈，就是你生命里的烂泥巴，它们是来当你的养分的。我们来看看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大成就者，哪一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？就拿大家最熟悉的唐三藏，也就是玄奘大师来说吧。当年他为了求取真经，一个人偷溜出关，要穿越800里宽的莫赫颜坎大沙漠。那是什么地方？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白天热得像烤炉，晚上冷得像冰窖。才刚走进沙漠没多久，玄奘大师一个不小心，竟然打翻了随身唯一的水袋。在沙漠里没有水，等于被宣判了死刑。他原本想往回走，但心念一转，想起自己发过的誓言，宁可就西而死，岂能归东而生？于是他咬紧牙关，继续往西走。就这样，4天5夜，滴水未进。玄奘大师全身的水分都快被抽干了，出现了幻觉，最后重重地倒在沙漠里，奄奄一息。这是不是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？这是不是真正的穷途末路？但就在他快要断气的那个夜晚，一阵凉风吹过，他勉强撑起身子，让马匹带着他走，竟然在不远处找到了一处清泉。他活下来了，最终抵达了印度，成就了千古流芳的伟业。各位朋友，人的末路往往就是神的开端。对照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当你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像是倒在沙漠里的玄奘大师。很多人到了30-40岁，甚至50-60岁，突然遭遇变故，你发现身边的朋友散了，过去称兄道弟的人躲你，像躲瘟疫一样。回到家可能还要面对家人的不谅解，你觉得自己好孤单。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苦，你心里委屈，凭什么就我扛不住？但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，你就要明白一个残酷的现实，你自己就是那个屋檐，你再也不能在别处躲雨了。别人的屋檐再大，也不如自己手里有把伞。身不苦，则福禄不厚；心不苦，则智慧不开。在这个烈火炼狱里，你必须熬下去。是的，是必须。没有人能替你痛，也没有人能替你走。因为对于一把锤子而言，他的眼中只有钉子。老天爷现在就是在用这把锤子，狠狠地敲打你这根钉子，要把你敲进生命的更深处。这条弯路你必须得走，生命中这堂课你也必须要上。当你一个人咬着牙走过那段无助和崩溃的日子，当你熬过去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变化。你会开始对这个世界上很多曾经执着的东西失去兴趣，包括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人。你会渐渐明白，失败不算什么，因为它好过你曾经盲目的坚持。被甩也不算什么，因为你终于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。我们总是透过了解自己的不堪，才学会真正的谦卑；透过看透人性的自私，才学会真正的宽容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心变得开始冷漠，开始喜欢独来独往，眼神变得越来越坚定，做事杀伐果断，一心只想怎么赚钱，怎么提升自己的时候，恭喜你，那个身披铠甲的你重生了。心不死则道不生。倘若穷途末路
那便势如破竹。当你熬到心中无爱、无恨、无他人的时候，你就真正涅槃了。过程虽然痛得像扒了一层皮，但到时候你就会发现，那种失去之后的两手空空，反而比拥有时的患得患失来得更踏实。苦非苦，乐非乐，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。执于一念，困于一念，一念放下，自会在于心间。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请你一定要挺住，不要害怕失去，因为会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。挺过去，你的人生就会拨云见日，豁然开朗。刚刚我们聊到了如何熬过逆境，但很多朋友私底下会问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，我对朋友掏心掏肺，借钱给人家救急，结果呢，人家拍拍屁股走人，不仅钱拿不回来，还在背后说我坏话。老天爷真的有眼吗？为什么好心没好报？这个痛，那种真心被踩在脚底下的感觉，真的会让人咬牙切齿，甚至心里会生出很多怨恨，想要去报复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佛学里最核心的宇宙运作逻辑——因果业力。我们换个现代一点的说法，这就像是宇宙的能量守恒定律。你以为你失去了金钱，被骗了感情，是你吃亏了，但其实这笔账老天爷从来不是这样算的。我想给各位讲一个佛教里很有名的小故事。从前有个老员外，为人非常老实，乐善好施，但他偏偏遇到一个狡猾的合伙人，偷偷做假账，把员外大半辈子辛苦赚来的家产全给卷走了。员外的儿子气不过，天天在磨刀，想着要去找那个人报仇拼命。老员外看这样下去不行，就带着满身戾气的儿子去山上请教一位得道高僧。高僧听完他们的遭遇，没有安慰他们，反而笑着对员外双手合十说：“恭喜施主，贺喜施主。”儿子一听气炸了，指着和尚骂：“我们家都被骗得快破产了，你还恭喜我们？”高僧摇摇头，平静地说：“这世间的财富和福报都是有定数的。那个合伙人虽然用卑劣的手段骗走了你们的钱财，但他同时也把你们家未来要承受的灾祸、疾病一并打包带走了。他不只是拿了钱，他是替你们家背了沉重的业障啊。”结果几年后，那个卷款潜逃的合伙人虽然过了一阵子花天酒地的日子，但很快就得了重病，每天痛不欲生，钱也败光了，最后凄惨离世。而老员外一家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了些，却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。后来儿子心性稳定了，做起小本生意反而比以前更踏实安稳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也一样？那个不还你钱的朋友，那个在背后捅你一刀的同事，那个欺骗了你感情的人，你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去报复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天道规律是非常精准的。有几句话说得非常震撼人心，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。一个人从你这里得到福报，如果辜负了你，天道规律会把缺你的那一部分从其他方面补充给你，他带走的福报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。你所受的所有委屈、伤心和痛苦，上苍会在另一个时空千倍万倍地补偿你，可能是让你避开了一场致命的意外，可能是让你晚年身体健康，或者是让你的家庭和谐。你信不信？欺骗过你的人会替你生病，欺负你的人会替你受苦，打压你的人会替你遭殃，不还你钱的人会替你挡债。因果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所以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，哪怕你看错了人，哪怕被辜负，哪怕撞了南墙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对他好，不代表他有多好，只是因为你很好。你付出的真心和善良并没有白费，它已经转化成了你自己的福报。纠结别人的恶是在折磨自己的心，放下别人的错才是解脱自己的心。你伤悲，忧的是自己的情绪，你急躁，扰的是自己的清净。当你的修为越来越高时，你就会真正理解周围的每一个人。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，大家只是各自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中，做了不同的选择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。你只管善良，不用去计较一时的得失，因为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，老天爷都帮你存着。你尽管善良，你的福报已经在路上了。很多朋友过了50岁、60岁，最常来找我诉苦的不是自己的事，全都是为了儿女。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做父母的真的太辛苦，也太伟大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年轻的时候拼了命的做加工、摆夜市、做小生意，省吃俭用，就为了给孩子缴补习班的学费，甚至连退休金都拿去帮孩子凑买房的头期款。我们总觉得把孩子拉拔长大，看着他们成家立业，我们的人生就圆满了。可是结果呢？孩子长大了，到台北、到竹科上班，或者出国了，你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，每次到了周末，你就去早市买了好多好菜，土鸡、鲜鱼、卤肉，做了一整桌子孩子爱吃的菜。结果到了中午，电话一响，孩子说：“妈，这礼拜公司要加班，我不回去了。爸，我们要带小孩去露营，下次再回去看你哦。”挂了电话，你看着那一桌子的菜，心里头那个酸啊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你觉得自己像个被掏空的空壳，觉得孩子怎么这么没良心？我都老了，你怎么连回来陪我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？各位朋友，你是不是也常常为了孩子操碎了心，半夜睡不着觉？如果孩子40岁了还不结婚，你愁得睡不着；如果孩子结了婚又吵着要离婚，你更是整天提心吊胆。但在佛法里，佛陀是怎么看待父母与子女的缘分的呢？佛经上说，子女投胎到你家，不出4种缘分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缘分深的，他是来报恩的，从小乖巧听话，长大了孝顺你；缘分浅的，或者是来讨债的，他从小就折磨你，长大了更是不断惹麻烦，把你一辈子的积蓄都败光。但无论是哪一种缘分，我们都要明白一个道理：因缘聚合的时候，他成了你的孩子；当这个因缘了结了，他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，他有他的业力，他有他的福报，他也有他自己要去吃的苦，要去闯的关。你一直想要插手孩子的人生，一直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绑在孩子身上，这在佛教里叫做愚痴的慈悲。你以为是爱，其实是深深的执念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既然缘分到了这一阶段，你的养育之恩已经圆满了。当孩子转身飞走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死死抓着那条风筝线不放，把手松开，把心收回来，放在自己身上。你不必每天在家里等电话，你可以去李明中心上课，去公园打太极拳，跟老邻居泡一壶高山茶，放下对儿女的操烦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大智慧。你过得越自在，越不依赖他们，对孩子来说，反而是一种无形的福报和解脱。除了儿女，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还有一个最难面对的关卡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是铁打的，熬夜加班，应酬喝酒，
什么都不怕。但是过了50、60岁以后，你突然发现身体开始不听使唤了。今天去台大医院挂个心脏科，明天去荣总看个骨科，血压降不下来，膝盖爬个楼梯就咔咔作响，晚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有时候你去参加老朋友的告别式，拿着白帖，看着相片里那个曾经一起打拼、一起笑闹的老兄弟、好姊妹，就这样变成了一捧黄土。你回到家，心里莫名的恐慌，你开始害怕生病，害怕自己老去，更害怕有一天要拖累家人。你为了抓住健康，每天吃一把又一把的保健食品，听广播买一堆不知名的药丸，只要听说哪里的神明灵验，你就急着去拜拜求平安。但是面对老与病，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我们怕的其实是无法接受失去。佛陀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，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规律就是4个字：成、住、坏、空。东西做出来了会坏，房子盖好了会旧。我们这个肉身，佛教称之为臭皮囊，它就像是我们跟老天爷租来的一间房子。你租了60、70年，这间老房子难免会漏水，会掉漆，管线会老旧。你的膝盖退化了，眼睛老花，有慢性病了，这都是这间房子自然老化的过程啊。这叫做无常。无常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，它是大自然最公平的法则。皇帝会老，首富会生病，我们凡夫俗子当然也会。痛苦是怎么来的？痛苦是来自于我们非要这间70年的老房子看起来像20年的新成屋一样，我们非要无常的事情变成永恒不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当你生病的时候，当你身体疼痛的时候，不要去抱怨，也不要觉得老天爷在惩罚你。你要学会跟自己的身体对话，你可以轻轻摸着你酸痛的膝盖，在心里对他说：谢谢你，陪我走了60年的路，辛苦你了。现在你累了，我接受你的老去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但我不再因为你的衰退而感到恐慌。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拿的一张单子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身苦心不苦。身体的病痛交给医生，交给科学，但是你内心的平静，你要自己做主，把每天当作是赚到的。今天早上醒来还能呼吸，还能走到巷口买份早餐，喝碗热豆浆，这就是万分值得感恩的福分。接受身体的衰老，不执着于完美的健康，你的心境就会无比的坦然。最后，我想跟各位聊聊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卡住的第3个关卡，那就是面子跟人情冷暖。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社会里，我们常常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的。逢年过节，亲戚聚在一起，大家就开始比较，你看隔壁老王买了台进口车给他老婆呢。或者你在社区里、菜市场里总有些闲言闲语，明明你没做错什么，就是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说你的媳妇不孝顺，说你家的财产分得不公平。很多朋友听了这些话，气得半死，为了争一口气，为了那个面子，跑去跟亲戚吵架，跟邻居翻脸。回家之后，自己坐在沙发上生闷气，连8点档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说这苦不苦？太苦了，但这份苦是你自己找来的。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做八风吹不动，哪8风？就是称积、毁、欲、利、衰、苦、乐。别人的称赞，别人的嘲笑，得到利益，遭受衰败。这些就像是东南西北吹来的风，你想想，风吹过来了，拂过你的脸，它就过去了。风有留下来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别人嘴里吐出来的一阵风，一句无心的话，
你要把它抓进你的心里，当作是一把刀，天天拿出来捅自己呢？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你要明白一个真相，这世界上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小事。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，却最折磨人的东西。别人说你好，你不会因此多活一天；别人说你坏，你也不会因此少一块肉。那些喜欢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，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心很空虚，很匮乏，他们只能透过八卦来寻找存在感。你跟他们计较，就等于是把他们心里的垃圾捡回来放在自己的客厅里。以前的人常说，看破放下。看破什么？看破那些虚荣的攀比，看破那些塑料般的人情世故。到了下半辈子，你的精力已经不多了，不要再浪费在那些不重要的人身上。合得来的朋友，我们就偶尔见见面，喝喝茶；合不来的亲戚邻居，我们就保持距离。见面点个头，微微笑，说句阿弥陀佛或者你好，这样就够了。把你的心门关紧一点，把不相干的人请出你的生命。不解释，不争辩，不比较。当你连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都不在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口气顺了，天宽地阔，连呼吸都是自由的。你的人生剧本已经演到了下半场，上半场你为了父母，为了儿女，为了别人的眼光在演戏，真的很辛苦了。现在剧本该放下了，卸下那些沉重的包袱，不要再当那个委曲求全的好人，也不要再当那个死要面子的长辈。从今天起，做一个心里无事的明白人。外面的世界再吵，只要你的心不乱，这人间就是你最美好的净土。听了前面的故事，我知道很多朋友心里会想，老师，你说的我都懂，放下的道理我也明白，可是当事情发生的当下，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佛法如果不能落实在生活里，那它就只是一堆好听的空话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不是把你关在深山老林里打坐，而是在你每一天的人际交往、柴米油盐里去修炼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，我把它称为日常修心清单。步骤很简单，你只要照着做，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的磁场变了，那些烦人的烂人烂事自然就靠近不了你。第一个练习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。我们现代人每天接触太多资讯，脑子一整天都嗡嗡作响，到了晚上，很多人还在回想白天谁说了句难听的话，或者操心明天要做什么。这就是古人说的，清醒时做事，糊涂时读书，大怒时睡觉，独处时思考。今晚开始，睡前3分钟，请你把手机放下，闭上眼睛，做几次深呼吸，不要去想任何事情，只要专注在你的呼吸上，吸气，吐气。如果在呼吸的时候，脑海里突然跳出白天那个让你生气的人，或者是某件烦心事，没关系，不要去压抑它，你就把它当作是天上的云朵，看着它飘过来，然后在心里轻轻对自己说，这只是一个念头，它来了，它也会走，不去评价它，也不去纠结它，这就是观心。当你每天晚上花3分钟，把心里那些杂乱的念头清理干净，你就不用带着包袱入睡。心要简单，人要糊涂，得失看淡，才会活得自在顺遂。第二个练习，转念与留白的说话术。我们常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暴跳如雷。前人说，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无事人。这句话不是叫我们当个哑巴，
而是教我们如何聪明地说话。从今天开始，当你遇到有人在你面前抱怨别人，或者说是非的时候，请练习留白，不要跟着附和，也不要急着去反驳他。你可以微笑着点点头，然后把话题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，或是你喝过这款茶吗？味道挺不错的。你可以谈天气，说日月星辰，花开花落，就是不要去触碰人间的纷扰，拒绝琐碎的对话，将注意力放在美好的事物上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参与别人的因果，你的心会清净很多。不争是慈悲，不辩是智慧，不闻是清净，不看就是自在。第三个练习，每周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，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项练习。很多人说过，独处是为了不陪他人演戏，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内心，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。我们常常因为怕孤单而去迎合别人，参加那些无效的社交。从这个礼拜开始，请你挑选半天的时间，不管是周末下午还是平日晚上，完完全全留给自己。你可以去咖啡厅看本书，可以去公园走走，或者只是在家里泡杯茶，什么都不做。这段时间你是属于你自己的。能忍受孤独的人是有理想的人，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是有思想的人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，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情感。当你学会了独处，不再依赖外界的认同，你内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。这时候，你才是自己生命真正的主人。这3个小练习不用花你半毛钱，但只要你愿意坚持，它能帮你省去人生一大半的烦恼。把生活当成道场，一步一步来，你一定能找到内心的平静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好多，聊了失去，聊了执念，也聊了因果与放下。我知道，走到这里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不容易跨过去的坎。人生不过3万天，我们背负了太多疲惫与艰难，但是请你现在摸摸自己的心跳，深呼吸一口气，你看看荧幕前的自己，其实你已经很幸福了，对吧？你看，你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无病无灾，隔三差五的还能吃顿好的犒赏自己，周末偶尔还能睡到自然醒。如果身上还有点肉，那可是肥嘟嘟的一身福气啊！人这一辈子要是能够逃过天灾，躲过战乱，这半生没有遇到什么穷凶极恶的歹人，也没有生过什么痛不欲生的大病，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。要是你现在还能够家庭和谐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身边还有3、5个能说说真心话的好友，那更是老天爷赐给你的天大的福泽啊！尽力之后，我们就选择随缘吧。人的手就那么大，你用力握紧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；你把手张开，你就拥有了全世界。这世间的很多东西本来就握不住，世间一切皆为空欢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。你来的时候皆大欢喜，你走的时候两手空空。临了，没你也没我，无一物能带走。真正唯一属于你的，就是你现在活着的每一个瞬间。浮生不过梦一场，既然我们最终只是时间的过客，又何必苦苦执念？努力过了，尽心了，珍惜了，得失看淡，我们就问心无愧，坦然前行。能够治愈你的，从来都不是时间，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明白。各位朋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很苦，所以我们更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撑伞。无论别人怎么对你，你都要好好的、温柔的善待自己，顶天立地做人，无愧于心，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，
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荧幕前每一位有缘看到这里的你，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为自己、为家人写下一句祈福。不管是愿家人平安健康，还是愿我能放下执念，迎来重生，或者是简单的一句感恩相遇。当我们把这些温暖的文字汇聚在一起，就能在这个留言区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。你留下的每一句善言都会化作一道光，不仅照亮了后来看到这支影片的人，这份善意最终也会回向到你自己身上，为你带来无尽的福报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给了你一点点力量，请不吝啬地帮我们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或者分享给身边那个现在可能正在淋雨，需要这份温暖的朋友。您的每一个关注与分享，都是支持明镜与点点频道继续传递正能量的最大动力。感恩您的赞助与陪伴，这份善缘我们会珍重铭记。感谢你的相伴，愿你心无挂碍，岁月无恙。我们下期再见，阿弥陀佛。